1938年10月25日，继上海、南京和广州沦陷之后，在25万装备精良的日军海陆空强大的立体炮火攻势下，100万国军将士英勇坚守了5个月的武汉，宣告弃守。放弃抵抗就是投降，我辈不能当情话。难道你们想在武汉重演淞沪、南京的惨剧吗？正因为有了这个惨剧，我们才要坚决的抗战到底。无为的抵抗是挽救不了中国的。这么简单一个道理，主公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打仗拼的不单单是武力，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积贫积弱的中华民国是没有实力和日本拼的，因此，我提议，一旦有求和的契机，就求和，这是中国唯一明智的选择。哼！你想说什么？小鬼子不就仗着他那么点家底，才敢这样的猖狂吗？难道中华民国因为国力尚弱就受人宰割，就得当亡国奴吗？小鬼子有什么了不得？只要再打1、2次像台儿庄那样的胜仗，小鬼子也就完蛋了。你们这是一叶障目，自欺欺人，自欺欺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是要征服中国，使中国成为他的辅国，因而与日本谈和，无异于以虎谋皮，是自导死路。现在日本强，中国弱，这也是事实。所以说，所谓再打1、2个台儿庄这样的胜仗，就能够打败日本，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中国的抗战必然是持久战，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委座，去机场吧，飞往重庆的飞机已经准备好了。不去重庆，直接飞往长沙。鬼子这是要轰炸长沙呀！薛长官，要不要隐蔽一下？不用。
些出城逃难的人，好像都是长沙本地人。怎么这么慌张啊？人心还没有从武汉失守的慌乱中安定下来，怎么会不乱？那个不是警卫团的副团长吗？是的，没有骨气，怕死。鬼子还没进攻呢，我们的军政官员都自己先乱了阵脚。逃离值守的恐怕还不止一个警卫团副。立即成立一支执法队，对那些擅自离开岗位、逃离长沙的军政官员，一律按逃兵处置。香兰，香兰，本忠哥，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没事吧？我没事。爹没事吧？本忠回来了。爹，哎，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了。您没事吧？没事。小鬼子来得太快了，我就是回来看看。如果你们没事，我就回警局了。哎，本忠，子弹是不长眼的，可人是长眼的。到了战场上，别逞能，躲着点儿。好，您放心。哎，本忠啊，到了战场上冲锋的时候啊，你喊的可以比别人响，可冲的一定别比别人快。哎，爹，您忘了，我是一小警察，冲锋陷阵的事啊，还轮不着我呢。万一让你上战场呢？你知道最救命的一招是什么吗？您说。就是躺在战壕里装死。那不成胆小鬼了？什么胆小鬼、胆大鬼的，只要活着，比什么都强，明白了吗？哎，听人爹的。爹，那我回去了。哎，本忠，记住了啊！哎，知道了。陛下、我々は中国戦線におきまして向かうところ敵なしで、この度も武漢を鎮圧するという勝利を収めました。小政府はすでに西南の方に退いており、現在のこの戦局に基づき、このような品事変での中国への対応を速やかに行う声明を起草いたしました。閣議におきましては、今後我々大日本帝国が中華民国政府に対し軍事的にどう打撃を与えるか、そして降伏を促すかも話し合いました。陛下、どうなさいますか。お言葉をいただけるのでしょうか。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声明、属国遠征使を天下へ布告せよ。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将軍殿へ電報、我が部隊はすでに新垣川北岸に到着。対岸への攻撃準備を完了した。はい。
小鬼子这儿队伍人数不多，但是训练有素，装备好。团长，小鬼子已经到新墙河对岸。什么？小鬼子已经到新墙河对岸。传令下去，全团做好战斗准备。是。哎，回来。啊，你钢盔呢？小鬼子枪法好准，一枪就把我头上钢盔给掀掉。去吧。啊，团长，没想到隔着一条新墙河，小鬼子3把大盖能打这么远，这么准。小鬼子3把大盖能打500米，可我们的老式汉阳造只能打200米，所以我们得3倍甚至5倍的兵力，才能和小鬼子对抗。怪不得100万国军对阵25万鬼子，还是守不住一个武汉。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团长，咱们还是撤吧。撤？往哪儿撤呀？咱们的身后是长沙城，里面住着咱们的父老乡亲。可是小鬼子都已经到了新墙河，长官部到现在还没有下达进攻命令，这不是明摆着不想守了吗？我相信委员长绝不会放弃长沙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11月，在湖南衡山集贤峰圣经学校召开了第1次南越最高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应邀赴湖南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了第1期抗战的得失，确定第2期抗战方针，提出整军建军方案，重新划分战区，调整指挥系统。会议提出了第2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并接受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就2党共同创办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这就是日本政府近日发表的所谓对华声明，这简直就是一个流氓宣言，对我国民政府是软硬兼施，诱迫我国民政府参加日满华3国合作，何其之荒唐！他们还妄图把我华北、蒙江、长江下游以及华南沿海之地划为他日本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殊地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已责令中央社对这篇流氓宣言进行了严厉驳斥，并同时表明，我中华民国政府绝不会屈服于强权和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念。大家请坐下。前3天的全体会议形成了国共2党之共识。今天会议将重点讨论应对日寇兵犯长沙的兵力部署。请诸位建言。命令を下す。第6師団予定通り林将岳陽を攻撃。諸軍、この5ヶ月の苦戦で兵力は減少し疲労困憊しております。休養が必要かと。中国軍の兵士の減少も同じくである。はっ。武漢を占領した後、畑新六元帥が我が第11軍が重慶政府の頭上に置かれたダモクレスの剣となることを望んでおられる。次の戦いでは調査が重要視点となる。林将や岳陽は湖沿いにあり、飛行場や港も整っている。調査攻撃の足場となる。中国軍が休んでいる間にこう落とすんだ。要选择一个和日军交战的战场，使得他们的海空军无法施展其长。而长沙和武汉一样，都是江河流经城市，日本的海军可以直驱长沙。因此，我建议
我们可以暂时放弃长沙，退守到衡阳一带，以借衡山地势，和日军展开会战。柏林，你有谏言？知下认为，白部长的谏言不可取。剑生，你先坐下去听听柏林的高见。是。委座请看，从岳阳到长沙一线，西临洞庭湖，东靠幕府山，中间的狭长地带先后横着新墙河、汨罗江、劳道河和浏阳河4条河流，可谓山岳湖沼，错综复杂。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完全不能得到展开，所以是我们相持阶段最好的主战场。可白部长居然提出要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利用衡山的有利地形展开兵力。知下认为，这完全不可取。委座，委座。啊，大家神经都别绷得这么紧，否则会出毛病的。今天到此，明天再议。委座，深夜打扰。行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这等着你。委座知道知下要来。我虽然不敢自比曹孟德，但对自己手下信赖的几个战将，我还是了解的。今天，你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坚决固守长沙的谏言，在我没有做出决定之前，你能高枕无忧吗？委座既然明白了知下的心思，知下就不多说什么了。不，你还是要把为什么要在湘北与敌人决战的理由跟我说清楚。让一下，让一下喽！让一下啊！让一让了啊！哎，停车！员外他街道有位商女婿，我带你上市的连番来。先生，给您来壶什么茶？来壶洞庭春吧。好嘞，洞庭春一壶。就对马员外讲了，我带你上市的连番菜，蛇道是4两2月，4两是个凉菜，表示4病，8月那是表示8先生，您的洞庭春来了。叫8个粤菜。合在一起就叫做4病8温。我们吃的这个年法，就能平平安安、4病8温的人就是都到心里。我给您斟茶。我这3年下来从没拿，今天要知道做事的非常要举手了。眼前3滴水，浪里起波涛，清水出芙蓉，甜甜荷叶好。諸君、調査特務の報告で3度の爆撃を経て、すでに調査次第は壊滅状態とのことです。おのおの便速に所定の位置につけ。だが早まった攻撃はするな。从武汉沦陷后，是抗战的第2时期，这一时期即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经过抗战的第一时期，敌人的力量已经用到了最大的限度，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再把更多的兵力用到中国的战场上来，而且已经派往中国战场上的这些兵力，由于战区的扩大而力量分散，已经是疲弊不堪了。所以说，无论他们在任何形势上如何取得的胜利，这样的胜利已经是到了极限，不可能再有增加。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战略时，我们要诱敌深入，把敌人带到有利于我军的决战之地域，完成最后消灭敌人的部署。综合上述的战略考虑，我决定采纳建生的建言，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退兵衡阳，利用衡山的优势展开兵力，与日寇决战。伪作的意思，还是要放弃长沙？不是放弃长沙，是战略后退。我这儿有一本小册子，在座的将领都可以传阅着看一看。我个人以为，他的观点与当前抗日的形势是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谁写的？毛泽东。不要管是谁写的，只要他写的对中国抗战的大业有利，我们就应该听一听。这就叫从善如流嘛。这次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共提出的开办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我已经欣然采纳，希望尽快付诸实施。委座。报告，直下奉命赶到。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不知道。来，坐下说。你去吧。是。文白，当初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的时候，就应该坚决地执行抗战的既定方针，火烧武汉城。可是陈诚迟迟不执行命令，以至于把现在这么一个完好的武汉留给了日寇。那么多没有来得及运走的物资，全部以资敌用，真是令人痛恨呐！委座，慈修作为主官，或许当时他……你不用替他辩解，不就是那么几家外国商团的阻挠吗？这就可以作为他抗命的理由吗？文白，今天我请你来，就是想提醒你，不要像陈诚那样让我失望。委员长，莫非你想火焚长沙？如果长沙不保，那就只好实施焦土抗战之责，不失时机的焚城，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一块好砖，一片好瓦。委座，长沙毕竟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城。委座，火焚长沙一举，还请你三思啊！你怎么也学会了妇人之仁，没有壮士断臂的决绝呢？委座，焚一座城容易，可是在……你当焦土抗战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吗？19世纪，合法战争
拿破仑率60万大军兵临莫斯科，俄国库图佐夫元帅就焚烧了莫斯科。拿破仑的60万大军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一座烧毁的废城活活的困死的。莫斯科是俄国的首都，为了抗击拿破仑的攻陷，不惜一把大火把它烧光。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了阻止日寇南下的计划，而狠心烧一座省城？伪作，长沙素城繁华，它既没有重工业，也没有军工厂。直辖以为，从战略上不值得火焚呐。看来你是要效仿陈诚。伪作，如果伪作决定要这样做，直辖遵命执行就是了。好，好，我知道你文白不是陈诚，你不会让我失望。但是你要记住，焚烧了长沙，就算日寇到了长沙，他也站不住脚。退兵衡阳，就有利于我军用兵。总而言之一句话，湖南是大西南的屏障，绝不能让日寇给突破了。而且我中华民国需要一场胜仗，来争取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这是个大局，你该明白了吧？直辖明白。下一个，来，给。看来政府真要放火焚城了。大火无情啊！这满城的大火一放，几十万的老百姓啊，可都要烧成焦炭了。你好，我要见张主席。你和张主席预约了吗？没有预约，但是我有事情，10万火急。哎，没有预约不能进去，这是纪律。我知道你们有纪律，但现在是战时，你明白吗？我的事情关系到几十万人的生死，耽误了，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我们张主席正在宴请外国朋友，任何人不能打扰他。哎，别动，不用。你们误会了，我把我这把枪压到你这儿，这回该放心了吧？哎哎，你不能进去！哎，报告张主席，有个八路军闯进去了。是。是。张主席，你好，张主席。彭中华，你好，来，请坐。您请。请。你是客人，坐吧。好，在你来之前，王凌波已经向我隆重地介绍过你。今天你敢如此闯我的辕门，看来你的前任对你的描述还蛮贴切的。张主席，我实在是因为心里太着急了，如果有冲撞之处，请主席一定见谅。没事没事，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喝水。张主席，省政府真的做了要大火焚城的决定了吗？焦土抗战是弱国要战胜强国所采用的不得已的手段，还希望贵党能够理解和支持啊。张主席，我都能够理解。现在的长沙城
就像一个大的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变成一片火海。我现在就是担心，长沙城的老百姓到时候能不能安全地撤出来。这把大火真的要烧起来，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这一点，请你放心。这次焚城有极其周密的计划，命令是：放火前，先要发布日军攻城的消息，再拉响空袭警报，便于疏散市民。然后由警备队按计划督促市民出城。点火的时间也要根据日军攻城的形势而定。小吕，你说咱们局长说火烧长沙是为了烧小鬼子，就算是能烧着，你说小鬼子进城走哪条街？小鬼子要摆威风，他们肯定会走大马路的。就是啊，所以要烧也得烧那外边，这里边的小巷子就没必要烧。你觉得呢？李哥，你是不想烧了这街上你老丈人家的宅子吧？我就是不想烧，烧你们家你愿意啊？我家穷，是租房子住的。哎，来，咱说好了，咱烧外面，这里边咱就不烧了。在咱们管辖这片，咱就这么干，行不行？行行，听李哥的。李哥，行，都听你的。司令官殿、調査特務班密連です。松井機関の情報工作はなかなかのものであるな。戦闘中も大いに力を発揮してもらいたい。はい、ここは努力します。本日、我が第11軍司令部は岳陽へと移動した。さらなる前進を期待する。次は調査を目指すと司令官は仰せである。司令官殿、我が第6師団に出兵許可を7日間で調査を落としてみせます。座れ。稲葉、慌てるな。松井機関の情報によると、調査の中国軍及び市民たちは戦々恐々としておるそうだ。当局はすでにこの地を焼き払う命令を下している。我々が攻撃せずとも中国人自ら取り乱している。松井。はい。調査の特務に電報を打て。追い打ちをかけるように伝えろ。只要这场大火一烧，重庆政府就将坐在火炉上，遭到全中国人的唾弃。可是中国政府拟定了严密的焚城计划。中国人打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焚城？在皇军发起进攻、兵临城下之际。那我们就造成大日本皇军已经兵临城下的假象。哎，你这有380步枪吗？有。干什么用？我带了一支突击队，需要人手1把。好的，这事交给我。你们谍报组的任务就是散布大日本皇军已经到了新河的谣言。新河，新墙河，仅一字之差。明白了。
38大盖的枪声。马上给张主席、封司令打电话。是。报告，张主席和封司令办公室都没人接电话。接文局长。接文局长。喂，文局长，我是徐坤。你听到枪声了吗？是38大盖的枪声。小鬼子已经到长沙了，可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张主席和封司令了。他们是不是先撤了？团长，你看，小鬼子进城了，开始杀人放火了。点火。是。都给我快点！团长，准备好了。火。撤！全体撤离！全体撤离！天线阁点火了，赶快过油，准备点火！快点！不能烧，不能烧！还有人没起来呢。一下都想到汉奸。不是，老百姓在被窝里没起来呢，那不烧着人了吗？天蝎阁的火光就是命令。那哪能行？你这不烧着人了吗？你再废话，老子帮了你！就你有枪！李哥，不能烧！不能烧！走开，李哥！快点撤离，快点！哎呀，放开！哎，你们真烧啊！快起床，当别人放火了！快起床！哎呀，说烧就烧起来了。幸亏我女婿是警察，要不然我这院子也保不住了。长沙大火持续了2天2夜，56000多栋房屋被毁，3000多人丧生于火海。这场浩劫所酿成的空前惨剧，使这座正处于战争恐慌之中的千年古城雪上加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下的命令是，等日寇快进入长沙时，再焚火长沙。可现在日寇还在新墙河北岸，他们就把长沙给点着了，真是祸国殃民，还把这盆水扣在我的头上。命令张之中，拘捕闻袭大火的肇事者，一定要严惩不贷。哼！我到底是高估了老蒋的抗日决心呐！退！他要退到什么时候才能稳住他的脚跟呢？武汉可放弃，长沙不能放弃，难道这个道理国防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不清楚吗？他竟然要放弃长沙！哎，
他还可气地做出了大火焚城的狗屁决定啊！抗日，抗日，还没和日寇交上火，就把自己给打垮了，还找出了一个战术撤退的理由，来掩盖他的真实面目啊！而他的真实面目，就是要保存他在黄埔的几个王牌军的实力。这是国家民族存亡之际，而他这个生意人还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令天下人心寒呐！恩来，委员长。哎呀，让你久等了，来坐下谈。好，请坐。委员长日理万机，本不该冒昧进谒，但此次闻溪大火事关大局，不得不代表本党前来谏言。古人云：“众人为为，不如一人恶恶。”恩来，请讲。本党认为，灾祸已经铸成，指责谩骂无济于事啊！而且大敌当前，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耽误了大局，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采取有力措施善后，使人心尽快的安定下来。贵党能把意思表达得更具体一点吗？好，我拟了3条：第一，拨款救济灾民，使灾民无饥饿之余，有窝棚可以避身；第二，以工代赈，招募民工，清理废墟，搭建窝棚；第三，查明真相，并公之于众，严惩肇事者。老成谋正啊！恩来，你这才是忠心为国。如果我党同志都能像你这样为我分忧，何愁他日寇不灭呢？共同抗战，共度时艰，本是贵我两党的宗旨嘛。好，好啊。恩来，在这个时候，贵党能如此开明达理，真的令我感动。请你替我向润之先生问候，并向他转达，统一战线是你我两党达成的共识，中正一定会践行的。委员长，我一定转达到。再见。委座，有何吩咐？立即准备飞机，我要去长沙。这个时候去长沙，恐怕……现在就飞。是。忍一下，先消毒。黄主任，延安来电。延安来电，指示我们通讯处，不要因为国民党的失误所酿成的大祸，便坐在戏台底下看戏。我们要从大局出发，
要积极主动地配合好当局，做好目前的善后工作。这样，我到省政府去见张主席，你组织一些同志到街道上去赈灾。明白了，主任。委座。汶西大火的真相已经厘清，明天各大报纸披露全部真相。汾城的命令是我下的，不需要为我闻过是非。委座。可你张治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用人失察，防范疏忽。是，我有责任。那3个肇事者，你打算如何处置呢？委座，直下正要请示委座呢。你自己看着办吧。委座，封替和文仲福都是黄埔生，大敌当前，这是需要用人之际。我建议杀1人，以儆校友平民愤；留2人，至阵前效命。由于大敌当前的紧张而酿成的惨剧，最终在枪毙肇事祸首封替、徐坤和文仲福的3声枪响后，归于平静。Поэтому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должен быть сосредоточиться на обороне западных рубежей, а на Востоке производить мягкую, тонкую политику, чтобы не начать войну с Японией. Поэтому для нас очень важным стабилизующим фактором является война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отив японских захватчиков.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фактор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Я согласен с вами,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Но результаты войны в Китае нас не радуют. Но мы можем ни в чем не изменять политику к Китаю. Нам надо немножко подождать. Идите и скажите китайским товарищам, что мы будем продолжать оказывать помощь в их войне с японскими захватчиками. А нам, товарищ Ворошилов, придется готовиться к войне с Японией.
报告。哎呀，文白，这2天辛苦了吧？魏佐，长沙的灾民都得到了安置，清理干净的废墟上，已经搭起了窝棚。先不说这些，坐下。请。知道你要来啊，特意给你泡了一杯你们湖南的名茶香木海。我是没这个口福啊，你拿去喝吧。谢委员长。知道我最近最头疼的是什么？日寇的凶狂，国际社会有力的援助迟迟没有到来，斯大林有明确的拒绝对日作战。这都是什么原因？那就是因为他们对我中华民国能战胜日寇还缺乏信心，所以我们得打一场胜仗，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中华民国是不会那么容易亡国的。魏佐说中国需要一场胜仗，那么长沙就是这场胜仗的最好战场。请魏佐放心，我一定身先士卒，与长沙共存亡。文白，你对温习大火的善后处理得很好，我很欣慰。可我昨晚还是考虑了一晚上，觉得你应该动动屁股了。动动屁股？什么意思？文白，你是一员虎将，淞沪会战的前敌总指挥，原本有你坐镇长沙，我很放心。可是这场大火，你伤了湖南民众的心。湖南已是抗敌前线，最关键的是要军民一心，上下同欲。所以今天我让你来，是想提前告诉你，我要换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薛伯灵将军为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步行进城。是。全体下车，步行进城，跑步走。立定。走吧。左转弯，齐步走。夫人到了。哎呀，夫人来了，欢迎欢迎。来来来，来了。嗯。笑什么？没有亲自去接你，不会怪罪我吧？看看，一向唯我独尊的薛大将军，今天变成谦谦君子了，难得啊！
什么唯我独尊呐？整个军界都知道我居内，家里是夫人当道，人都知道。去老家没几天就把你接回长沙，不会有怨言吧？有怨言又怎么样？我敢违抗你的军令吗？什么军令啊？儿子睡着了，下来吧。我把儿子留在老家了。我不是让你们母子同来吗？你怎么擅自做主，把他留在老家呢？看看，露馅了不是？刚才还说呢，咱们家是夫人当道，转眼间就指责夫人擅自做主了。关我电报里没说清楚，我让你们母子同来是什么？是别有用心吧？什么别有用心呢？好了，你别管了。何副官到，开车去我老家，把薛少明接来。3天之内。是。等一等。等一等。怎么了嘛？柏林，我刚到这儿，我真的是不想跟你吵架，但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过分吗？我怎么过分了？那我实话实说，把儿子留下的不是我，是老爷子。老爷子喜欢孙子，但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关键是你这个当母亲的，他不会强求你把孩子留下吧？是，最后是我同意儿子留在老家的。可是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你不就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吗？我希望我的儿子安全，有错吗？没说你有错，但你是军人的家属，大战在即，要顾全大局。我顾全大局，所以我来了。不是叫你跟儿子一起来吗？你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呢？你是战区司令长官的太太，司令长官想率领3军打胜仗，希望得到他家人的支持。我本来是怕你分心，就没敢告诉你。但既然你今天态度这么坚决，我也只好实话实说。怎么了？你说。老爷子已经卧病好几个月了，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我怕万一。老爷子病了，那你怎么不告诉我？柏林，作为儿子，你为了报效祖国而失孝于自己的父亲，这无可指责。可是作为儿媳，我把我们儿子留在老太爷身边，真的有错吗？没错，这种情况你一点错都没有。我是想，这长沙战事一开，你肯定是指望不上了。这万一老爷子有个3长2短，老爷子病重，他儿子因为忙于战事，不能守在床前，他儿子的儿子替他守在床前，完全应该。那我刚才错怪你了。你是一家之长，心胸开阔些，别跟我计较。谁跟你计较过？
学长们到。请坐。薛长官，57师师长宫卫军还没到会。还有人没到。今天我有足够的耐心等，明天就不行了。作为军人，战时的开会通知就等于是军令，你迟到1分钟，很可能就会贻误战机，丧失主动权。你要是迟到10分钟，那就意味着你所带的部队被敌人包了饺子，全军覆没了。这怎么可以呢？对表。你去那边。是。啊，先生，这个。啊。龚师长，跟我们走一趟。什么事？我在执行公务。执行公务？那我要问龚师长，是奉了谁的命令，执行什么公务？保密。保密？恐怕是你擅离职守吧？带走。是。慢着！你一个少校，敢拘捕我堂堂少将？带走。是。我到军事法庭控告你。各位长官好，我有几句话要说，不当之处，请各位指正。对付日寇的陆军，我们可以用血肉之躯去拼，用大刀片把他们砍趴下。可是，要对付日寇的海军、空军，我们怕是想拼都没得拼。所以卑职认为，南越会议这次弃守长沙是有其道理的，因为日寇的海军可以顺着湘江直取长沙。你这也叫理由吗？放弃长沙，就是向日本人示弱。在座的可都是有懒子的人，能这么一枪不开，就把长沙城让给小鬼子吗？我们的战略是以空间换时间，保存实力是当务之急。因此，我认为应该审时度势，避敌锋芒。委座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长沙是无论如何都保不住了。既然这样，我们还在这里讨论个啥子嘛？还不如早点撤离长沙，免得拿鸡蛋去碰人家石头。杨局长，你这话说的也太丧失志气了吧！即便是放弃长沙，那也是战术上的撤退，而绝不是逃跑。是逃是撤，还不都是一个样子？我们不是刚刚从武汉逃到湖南吗？你只是仗日本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纯属放屁！我灭自己的威风？我们还有威风吗？这场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还不是被日本鬼子吓的吗？你再敢在这放屁，老子一枪我崩了你！我！哎，薛长官都让我们说真话，你有啥资格不让我说话？老子就是不像他这样的屁话！谁在说屁话？好好说嘛，听明白了吗？老子就这么说，说废话！听到没有？怎么的？别激动，都别说了，行了，都别说了。行了，快坐下。成何体统？薛长官，宫卫军被抓到了。
大家跟我来。立正！报告薛长官，只怪我一时糊涂。起来说话。听说你不肯去军法处，一定要见我一面。薛长官，你我是同乡，我还受过薛老太爷的恩惠。大敌当前，大战在即。你身为少将师长，却脱掉军装擅自外逃。你是我军中第一可耻的逃兵啊！军令中对逃兵的惩治条例，你不会不知道吧？薛长官，看在同乡的份上，你再给我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就是我的同胞亲兄弟，我也不能饶了一个逃兵啊！这次我要是放你生路，那我如何坐镇长沙，与日寇决一死战？薛长官，你不能这样，太无情了！饶了我，让我死在战场上！参谋长，给他一把枪。现在我站在你的面前，你手里有一把上了子弹的枪。你要么朝我开一枪，打死了我，也许你还能逃出去；要不就冲自己的脑袋开一枪，以绝我第9战区24万将士中再出现第2个像你这样的逃兵。放开他！放开！薛长官，对不起你！各位同仁，我给你们丢脸了！我是个孬种！抬走。今后有再言弃战、动摇军心者，无论他的官衔有多高，以此为例。我宣布，所有的军政机关还没有撤离长沙的，一律不再撤。有关湖南军政事务的机关，已经撤离长沙的，限期返回。第3，从军家属一律不得送往后方，违令者军法从事。值此大敌当前之际，所有将领要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告诉士兵弟兄，我们要与长沙共存亡。明白了吗？明白。弟兄们，加把劲儿，给我打结实点儿！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報告。哲学が起点防衛線展開。蒋介石め、哲学を南昌から調査へ送るとは我が軍との徹底抗戦を考えとるな。すぐに蒋介石の動きを大本営へ知らせ、指示を仰げ。はい。将軍殿、我々も直ちに調査進行へ向け作戦計画を立てるべきでは。いや、南昌攻略の作戦を取り組める。哲学が足場を確保する前に調査を落としましょう。調査攻略の折、南昌を抑えねば重慶軍から挟み撃ちになるかもしれん。ああ、はい、わかりました。疼吗？主任，小李啊，有事吗？我来向您汇报。我听说新战区司令薛岳将军一上任就处置了一名逃兵少将，这件事儿估计在国军中有很大的震慑作用。我知道以后特想去采访一下这位薛将军。你想要采访薛岳？嗯。现在不妥吧？这什么不妥呀？我原来还采访过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呢。啊，陈诚是陈诚，这个薛岳可不是陈诚啊。彭主任，您之前跟薛将军打过交道？我们之间可不仅仅像你所说，只是打过交道，可以说是打过生死大仗。报告，进来。薛长官，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求见。八路军？不接。薛长官，不想见见我这个老朋友吗？我纠正你一下啊，不是老朋友，是老对手，而且是手下败将。薛将军，这话说的不对啊。古人讲，不打不相识嘛。你我虽然以前是敌手，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难道我现在叫你一声老朋友啊，不应该吗？可以可以，坐，请坐。还有啊。薛将军说我是你的手下败将，这可有失公允啊！不承认？那倒不是。当年薛长官率领装备精良的几十万大军，我们区2万人，利用游击战术，4渡赤水，也把薛将军折腾得够呛吧？啊！好了，大敌当前。我没心情叙旧。既然吴参谋长把你领来了，有什么事情你说吧。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向薛将军报告。请坐。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这是个什么级别？这说不清楚。你说你连个军衔都没有，就直接向我报道来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训示。看样子是我的前任张治中主席没有立好规矩啊。什么事儿？薛长官，我今天来是有一事要进言。进言？这有点越级吧？薛长官，你就让彭主任说嘛。说。
那我就直言不讳了。薛长官，要想保住长沙，我觉得首先要破解日寇的快、硬、锐、藏。所谓的快，就是指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接着说。我们要充分地利用我们的地形，号召民众离路为田。从新墙河到捞刀河中间的几百公里路，要把它变成泥地，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不但动不了，而且还要成为累赘，这样就破解了他们这个所谓的快。这个第二就是等等，贵党是不是就知道发动民众，把老百姓推向战场啊？仗都让老百姓去打，那还要我们这些军人干什么？薛长官，您不能忽视老百姓的力量，没有了老百姓……好了，我也直言不讳。对于所谓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我本人是持保留态度的。没有共产党，我们就抗不了日了，就不能打败日寇。你来的正好。作为我是湖南省政府主席，我有一条政令要向你宣布，就是希望你们驻湘通讯处尽早的撤离长沙。薛长官，如果不撤也行，但有一条，要停止一切党派的活动。长官，当心！好。方先觉，到。这个工事是哪个团修的？358团。好，叫他们团长来。是。袁绍武，袁绍武，哎，到！快过来！报长官，第8军御史师358团团长袁绍武，请长官训话。我不是来训话的，但我要表扬你，工事修得不错。多谢长官夸奖。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你看，坑道工事的入口不能太大，最好只能容1个人进出，而且工事的入口最好能跟一个走廊连在一起，走廊里头每隔2米就挂一个沾了水的厚帘子，这样可以有效地吸收和阻止爆炸冲击波，以免爆炸冲击波从入口处杀伤我们的士兵。我们立即改进。去吧。是。参谋长，在。从新乡河到汨罗江这样的防线，咱们有多少道？8道。8道，不行。我们的战术是逐节设防，消耗敌人。8道远远不够，我们至少要设15道这样的防线。是，我马上布置下去。这就是我们的以形战壕。这种战壕，我在万家里战役中屡试不爽。大家都听说过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吗？咱们这个可以称作是东方的马奇诺。薛长官，
我觉得叫柏林防线更好。说得好，柏林防线。好，横贯800里，纵深15道，这就是咱们的柏林防线。